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Zoe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来看瓦伦西亚的下半集吧。第二天，我报名半日团，来到距离瓦伦西亚市区约1个小时车程的圣何塞洞穴。它全长有2750米，是在欧洲你可以搭船进去最长的地下河道。报名半日团是因为公共交通要搭2个小时，而且车次很少。那为了方便，我就直接报名了旅游团。网络上有蛮多选择的，那我是报我看到最便宜的，大概40磅左右，约台币1600，约其他的有些要到2000甚至到3000。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蛮值得的，会先搭船进去，那去程是不能录影的，因为怕你会撞到头之类的危险。接着会放你下来走一段路程，这段是只有单向的，所以船会在另外一头等你。再次上船后呢，经过一小段，他就会开始允许你录影。影片中我后面那个阿伯他蛮有趣的，每次工作人员说你们不可以干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会转头看着我，然后说 Why not？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就会笑笑的回答他，然后就很开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而且他是跟他小孩一起来，他可能觉得太常抱怨会被他小孩骂吧。回到市区后呢，我找了一间餐厅吃帕亚拉西班牙海鲜饭。大部分的餐厅你都要点2人份，他才会帮你做。那我这次是1个人来瓦伦西亚，回想我大学的时候去吃到饱，被我朋友叫做环工无底洞，所以我想说1个人吃2人份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我有先问店员说可不可以打包，然后是直接把它清盘，然后店员来帮我结账的时候，他说哦，你应该不需要打包了吧？然后还说 You did a good job。另外还有发生2件蛮有趣的事，第一个是我旁边有坐一对美国夫妇，那我跟他们简单聊一下，结果他们人超级好，他们就默默帮我付了酒钱。直到换我结账的时候，店员才跟我讲说，你的酒刚刚隔壁那桌客人已经帮你付掉了。哇，有时候会有乞讨者来跟你要钱，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男生走过来，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哦，我没有现金哦，我没有现金。后来才发现他是店员，要来问我说我吃的还好吗？我想说他应该很想报警抓我说我吃霸王餐。是我随便找的，在住宅区还不错，那我就把店名放在影片中。以上就是第2天的行程，因为我还要去忙论文的事，所以吃完这餐后呢，我就回饭店。那晚餐也是比较简单，随便吃一下。今天是我在瓦伦西亚的最后一天，因为等下晚一点还有 meeting， 所以现在吃早餐。那就来吃他们的传统的，有点像是豆浆油条吧，只是他们是说这个有加杏仁。然后虽然他们说是很像油条，但我觉得比较像面包啊，就长长的面包，但看起来是酥酥的。很普通的面包。是好喝的，但我喝不太出来，就是到底像什么，觉得很甜，甜甜的，老有碎饼这样子，然后好像可以粘在一起吃。店面有家庭咖啡厅的感觉。虽然没冷气，但通风还不错。啊，我一样把店名放在影片里面。吃完早餐干嘛嘞？继续吃午餐。这家餐厅我非常的喜欢。1人套餐有包含前菜、炖饭、饮料和甜点，总共13欧。不知道是鸭肝还有鹅肝，因为在英文里面都一样。但我只是冲着这个来的，就没想到刚刚前一道海鲜的超级无敌好吃，那个小破鱼超级香。鸭肝是单点的，但以1人套餐来说，在欧洲的物价，我觉得超级的划算，而且食物非常好吃。在瓦伦西亚的最后一站来到艺术科学城，它在1988年建好，然后开始陆续开放，是非常有现代科技感的建筑。那应该也是瓦伦西亚最知名的景点，因为有别于一般的欧洲老城，非常的不一样。我刚刚原本想边走边介绍，但实在是太亮了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眼睛还是睁不太开，因为我忘记带我的太阳眼镜。那这边就是有水族馆啊、科学博物馆或是歌剧院，然后是一个蛮新的区域，然后建筑都蛮有科技感的。但实际来之后，我觉得没有像照片
其实你看照片之后，你会觉得你真的是被这种很有科技感的建筑物包围。但你实际来之后，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还是看到其他一般建筑，感觉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壮观吗？那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进去。水族馆是确定不会啦。对，然后我在想要不要进那个有一个算是歌剧院吗，或是影厅之类的，它会有一个360度的荧幕，然后它就是会定时的一直播电影。那如果我有去的话，再拍给大家看；那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在外面看看，应该也不错吧。后来我没有进去剧院，因为看到入口被封起来了。我也看到网络上的评论说，它虽然是360度环形荧幕，但它播的影片是一般的影片，所以就会被拉得歪七扭八，没有到很建议。所以我就在这边走走，然后找有阴凉的地方乘凉，结束了这趟很精彩的瓦伦西亚之旅。希望这2部影片大家还喜欢，那可以猜一下我接下来要去哪里？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